那个被美欧智库反复提及、莫斯科极力否认的噩梦，可能真的变成了现实。俄罗斯正在失去战场主动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新研究发现，俄罗斯每天推进50到90米，堪称1个世纪以来最缓慢的攻势，和乌克兰的伤亡比也飙升到了8比1。就在同一天，俄罗斯那位议长大人跳出来，要求年轻人先别管什么事业，赶紧生孩子。一边在战场上把人当炮灰送，一边在后院催生，这画面也太荒诞了。紧接着，俄罗斯号称对标美国阿帕奇的卡52武装直升机又有一架从战场上消失了，飞行员确认阵亡。更劲爆的是，乌克兰的国产弹道导弹疑似已经达到了莫斯科家门口。火力军只想问一句：日推50米还有超高的伤亡比，这还是普京口中一路横推猛进的军事行动吗？被他们吹上天的卡52还有多少能拉出来战斗？俄罗斯的鲜血与财富，普京战争不断攀升的代价。这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标题已经很好地概括了一切。其实从2026年开年以来，稍微关注一点俄乌战场局势的朋友应该都能发现，俄军几乎没有再传出什么有效的进展，天天张口闭口都是快要拿下，这个快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一切迹象最后都指向一点，俄军的地面攻势已经基本停滞。这不是火力军在吹牛，而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拿着超过2万起针对俄罗斯目标的打击记录数据，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结论。单纯看结论，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毕竟那可是世界第2的俄罗斯。那就让我们看看具体数据。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俄军每天平均推进约50米，红军村周边每天约70米，斯洛维扬斯克附近每天约90米。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过去1个世纪现代军事史上最缓慢的攻势之一，推进速度完全可以和一战的索姆河战役媲美。我们回顾一下索姆河战役，这是一战最血腥的绞肉机之一，英法联军和德军在泥泞里纠缠了4个多月，双方累计伤亡超过130万人，最后因为气候恶劣以及双方士兵疲惫不堪，这才草草结束了战役。在欧战中，英法联军最大的进展就是向前推进了差不多10公里。100多年过去了，科技发展，武器换代，然而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硬是把现代战争打回了一战，尤其是他们还曾经号称3天拿下基辅。这么一对比就显得更好笑了。他们最应该羞愧的就是那个彻底失控的伤亡比。 CSIS 的数据显示，战争大部分时间里，俄乌伤亡比在2比1到3比1之间，每倒下一个乌克兰士兵对应2到3个俄罗斯人。但2026年上半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8比1，也就是说8个俄罗斯人才能换1个乌克兰人。月复一月，人越打越少。据 CSIS 估计，从2022年全面入侵到2026年6月，俄军总伤亡已达约140万人，其中40万到45万人是阵亡。这个数字是苏联在阿富汗和车臣战争中损失总和的9倍以上。面对惨重的伤亡，俄军却得不到什么有效补充，损失的速度稳稳跑赢补充的速度。这已经不是打仗了，而是用自己的人口储备搞自我毁灭。然而最荒诞的还不是战场上的惨状，而是克宫高官的反应。就在同一天，在 CSIS 这份血淋淋的报告传遍全世界的时候，莫斯科那边传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长瓦连京娜·马特韦延科公开要求俄罗斯年轻人要把生育当作人生的核心规划，在35岁之前至少生3个孩子。听听，大家听听，一个国家的议会议长不去关心前线为什么每天只推进50米，不去关心为什么伤亡比到了8比1，他在那里催生，一边把上百万年轻男性送上前线当炮灰，让他们永远活不到35岁，一边对后方说，你们35岁前要生3个。火力军不得不说，没有比俄罗斯更会做生意的了，既想让人上战场做天线工具，又想让人在后方给他们做生育工具。更绝的是，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早在2025年春季就已经把所有关于出生、死亡和人口规模的详细数据列为国家机密，并予以隐藏，因为数字太难看了。独立人口学家阿列克谢·拉克沙的估算显示，2025年全年新生儿总数降至117.8万，刷新历史最低纪录。而2026年第一季度出生人数大约只有27.2万，比2025年同期又少了1.7万人。整个2026年的数据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实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俄罗斯的结局了。战争损失了大量人口，出生率一年比一年不好看，中间产生了巨大劳动力缺口，难以得到有效填补。哪怕俄罗斯现在不管输赢，及时收手停战，这一场战争的代价也早就不是普京能承受的了。而且俄军的麻烦远不止推得慢、死得多、生得少这么简单。
他们引以为傲的空中王牌，号称对标美国阿帕奇的K-52武装直升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战场上消失。事情的起因是一个星俄电报频道发布了一张K-52的照片，并为飞行员哀悼，时间、地点、原因通通都没有，甚至没有提到K-52上通常搭载的第2名机组成员、导航员兼武器操作员。这种三无通告已经是俄军损失报告的标配了。在残骸影像或地理定位证据出现之前，他们就喜欢这样遮掩，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说不清楚，就知道发一张照片，配一句兄弟走好。俄罗斯国防部目前一直保持沉默，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了。他们根本不敢承认，因为K-52的来头太大了，这是他们拿来对标美国 H-64阿帕奇的王牌产品，最大起飞重量 10.8 吨，比阿帕奇还重了2吨多。重有重的好处，6个外挂点能挂12枚反坦克导弹，还装备一门30毫米 2A42 机炮，能携带制导和非制导武器，射速快，火力猛。它还配备了飞行员弹射座椅，全世界没几款直升机有这东西。在俄罗斯的宣传机器里，K-52被吹得天花乱坠，空中坦克超级猛兽，连阿帕奇都自愧不如，是全球作战潜力最强的攻击直升机。结果到了战场上，K-52给全世界拉了头大的。开源情报组织 ORYX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K-52损失至少66架，而据乌克兰方面的报告，到这几个月，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68架。这些还只是有照片、视频能证实的，实际数字只会更高。俄罗斯空天军总共也就装备了130多架K-52。按照前面的数字看，这款王牌直升机已经损失了一大半。更扎心的是对比，同样是 ORYX 的追踪数据，在同一时期，俄军另一款主力米28的损失数量还不到K-52的1/3。同样的战场，同样的对手，K-52怎么就成了头号送人头选手？因为俄军指挥官把K-52当万能钥匙用了，反装甲用它，近距支援用它，甚至拦截乌克兰远程攻击无人机也用它。有俄方消息称，最新损失的K-52当时正是在执行拦截乌克兰攻击无人机的任务，等于说是用高射炮打蚊子，结果蚊子没打着，高射炮自己没了。其实这个操作也不是不行，偏偏K-52先天不争气。它是为打坦克设计的冷战遗产，什么重型挂载、反坦克导弹、装甲防护，都是为了在欧洲平原上和装甲机群硬碰硬。但乌克兰战场是什么？是无人机满天飞，单兵防空导弹遍地走，精准制导火炮随时待命的现代战场。K-52的设计师压根就没想过，有一天他要面对几千美元的 FPV 无人机。拿导弹制导方式来说，K-52装备的是 9M120 阿塔卡反坦克导弹，射程只有大约6公里，而且需要直升机在发射后持续悬停进行激光制导。持续悬停，在现代战场上，悬停超过30秒就是活靶子。便携式防空导弹和 FPV 无人机分分钟教你做人。更别提K-52还有严重的结构缺陷，它的共轴双旋翼设计虽然看起来炫酷，但两组旋翼在剧烈机动时，一旦摆动幅度超出限制，相互撞击就会全部损毁。和平年代的训练中，K-52因此发生了多起事故，就更别提实战环境了。说白了，K-52就是俄罗斯军工的缩影，宣传片里天下无敌，上了战场原形毕露，纸面数据吹得天花乱坠，实战中只能被无人机追着打。更扎心的是，当俄罗斯的空中王牌在战场上成片成片的往下掉的时候，乌克兰的国产弹道导弹已经打到莫斯科家门口了。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一份非同寻常的声明，他们承认拦截了一枚乌克兰的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事情要从6月底说起。据亲俄博主透露 ，S-300 或 S-400在远高于无人机或巡航导弹飞行高度的空域进行了拦截，现场发现了一个大弹坑。乌克兰的一个开源情报组织将这个弹坑定位到了莫斯科尤丹诺夫卡村附近，距离乌克兰边境大约400公里。美国提供的 ATACMS 战术导弹最大射程只有300公里，一枚能从乌克兰领土打到莫斯科留下到弹坑，还在高空被 S-400拦截的导弹，这只能是一个东西：乌克兰国产的弹道导弹。乌克兰的弹道导弹，提起这个名头，相信很多人和火力军一样都会想起那个名字，也就是我们反反复复提过的 FP9 弹道导弹。FP9 的公开参数相当吓人，长约 9.5 米，直径 1.1 米，射程约855公里，可携带800公斤战斗部。855公里从乌克兰边境发射的话，莫斯科完全在打击范围之内。而且火箭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丹尼斯·史蒂蒂尔曼在6月曾公开说过一句话：一旦发动机测试通过，下一次飞行应该就是朝着莫斯科发射。俄国防部紧跟着就承认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时间线也太巧了吧。不过更有意思的是，火点方面随后否认了被拦截的是 FP9。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不是 FP9，那到底是什么？据基辅邮报报道，除了火点之外，其他乌克兰公司也在进行弹道导弹项目。
但他们的身份和计划都处于严格保密状态。换句话说，乌克兰的弹道导弹项目可能不止一个，其中一个很可能已经达到了莫斯科门口。毕竟火点只否认了那是 FP9， 可没说乌克兰没有弹道导弹。这种否认反而让莫斯科睡不着觉，因为不管是不是 FP9，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乌克兰手里有一款能打到莫斯科的弹道导弹，他们已经开始用了。然而俄罗斯对此一无所知。就在弹道导弹疑云还在发酵的时候，乌克兰又甩出了一张王牌。费多罗夫宣布，乌克兰政府正式批准了首个透明的武器出口机制。没错，乌克兰开始卖武器了，而且分得很清楚。外交部拟定可购买的国家名单，国防部负责拟定禁止出口的清单。这个机制的核心原则很简单，乌克兰军队的需求永远是绝对优先。如果国家需要某种武器，出口许可将被直接拒绝，只有在乌军供给得到充分保证的前提下，才允许出口。至于武器和国防技术转让的适用范围，乌克兰划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1500万格里夫纳，折合约33.5万美元。出口申请的审查时限从之前的90天大幅缩短至30天。其他国家拿到武器之后，想要再出口或转让给第三方，必须获得乌克兰的书面同意。如果利用乌克兰技术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其总价值的20%要上缴乌克兰国家预算。这意味着乌克兰正在从生存模式彻底转向产业模式。一个被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国家，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在战火中把自己打造成了全球国防技术的创新中心，然后开始向盟友出口武器。火力军就问一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乌克兰这边靠无人机赚钱，前线的无人机部队也没闲着，他们又立功了。在石油之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重心又多了一个电。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对俄控区发动了一次系统性打击，12座电力变电站和1座天然气配电站被摧毁。其中10座在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各1座，还有扎波罗热地区梅利托波尔的一个燃料库。此前，克里米亚已经因为乌克兰的持续打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面积停电和燃料短缺正在折磨这个半岛。照这个趋势，说不定到了哪一天，乌克兰就觉得时机已到，然后登岛作战，夺回克里米亚。想想这个画面，火力军还有些激动。乌克兰的打击重心正在全面扩展，从战场前线到俄罗斯后方，从军事目标到能源基础设施，从克里米亚到莫斯科。而俄罗斯呢？俄罗斯已经有些魔怔了，他们现在不管别的，只管盯着基辅炸。俄罗斯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空袭，这个新闻想必很多朋友都不陌生。说实话，火力军都有些看腻了。其实俄罗斯对基辅的袭击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周期，大概每2周一次。我们往前数一下时间，就能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个规律。6月2日、6月15日、7月2日，每次都是锆石、伊斯坎德尔什么的一起上。这就是俄罗斯现在的战略：2周攒一波导弹砸向基辅，赌的是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先耗完。说好听点叫战略消耗，说难听点，这不就是打不过了，只能靠耗吗？他们想这样耗下去，乌克兰可不愿意，索性把矛头指向莫斯科现在的命根子——影子舰队。乌克兰正琢磨一件事，把影子舰队船只的民用船舶资格给彻底剥了。毕竟这些油轮在给战争输血，他们运来运去，运的都是俄罗斯的军费。没有他们，俄罗斯早就没钱了，战争早就结束了。那凭什么不能打这些油轮？这些油轮明明就是军事目标，毕竟谁见过架重机枪的民用船呢？火力军其实有些绷不住想笑，因为这一次俄罗斯算是主动把证据送到了乌克兰手里。据 OCCRP 的调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旗下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瓦西列夫斯基元帅号上已经架起了 12.7 毫米科尔德重机枪。记者还确认，船上有20多名具有俄罗斯军事背景的人员，也就是说，一艘所谓的民用船只上有重机枪，还有俄军，这还能算民用吗？紧跟着，国际战略研究所也送来了证据，影子舰队不只是帮俄罗斯运油卖油，还成了无人机发射平台。研究人员分析了2024年8月至2026年2月期间发生的144起无人机入侵事件，跨越12个北约国家和爱尔兰的领空，最后确定那些无人机大概有一半都飞到了军事设施上空。单纯是俄乌战争误飞的话，怎么可能跨越这么大的区域？只有一种可能，影子舰队是一个中转节点，或者那些无人机本来就是从影子舰队船只上起飞的。尤其是他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自2026年初欧洲海军开始拦截和扣押影子舰队船只以来，无人机事件数量显著下降。这无疑为之前的推论又送来了一个铁证，同时也说明欧洲只要认真起来，俄罗斯的这些小动作根本不算什么。现在的欧洲国家确实认真起来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在拼了命对国防。先是爱沙尼亚搞了一项新法案，北约国家公民只要是爱沙尼亚防卫联盟成员，并且年满18岁，就可以自愿服兵役。重点在于必须是完全自愿，只要你愿意来，爱沙尼亚就敢接，
这波操作其实就是把整个北约的人力池纳入自己的国防体系。无独有偶，德国也对兵役动手了。从2011年废除义务兵役以来，德国一直遵循双重自愿原则，预备役人员和雇主都同意才能征召。现在这个原则被废了，预备役人员和雇主只能申请延期，不能拒绝。目标就是到2025年，联邦国防军能组织起来46万人的军队。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还发出警告，如果靠自愿没办法实现扩军目标的话，那就恢复征兵制。其次就是加速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军事项目的优先级被大大提高，什么环境保护的全放在后面，政府审批全都优先考虑军事目标。德国现在一门心思重新武装，认真的德国会是什么样子，大家懂的都懂。法国那边也没闲着，他们刚通过最新的军事规划法，到2030年，国防预算搞到了4970亿美元，国防与公民日被改为动员日，最重要的是要选乌克兰。正如法国国防部长所言，高强度战争已经回到了欧洲，而这一切的催化剂就是俄罗斯，是莫斯科把战争带回了欧洲。普京想要分裂北约，结果北约更团结了；普京想削弱欧洲，结果欧洲开始重新武装了。莫斯科每出一招都在给自己挖更深的坑，而欧洲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克宫，你越威胁我们越强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的弹道导弹现在发展到了哪一步？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